我想飞升。听说最近流行杀夫正道，我一剑把道侣捅了个对穿。然而飞升失败了。道侣喷出一口血，咬牙切齿道：“沈若雪，你有病啊！我不是你正缘，你怎么杀都飞不了。”我微皱眉：“不是正缘。”懂了，捅正缘去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在修真界，人人渴望飞升，而我更是剑修中的佼佼者，天赋变态，实力强悍。按理说，100年瓶颈期过了，我早该摸到飞升的门槛了。可是没有。我曾经尝试过无数次各种各样的方法，上刀山，下火海，闯雷阵，砍北荒双头蛇。是的，祸害人间数年，早已化神的双头蛇也是我一人一剑带回来的。犹记师尊煞白的脸色：“你说你干什么去了？”我一身白裙早已经被双头蛇的血浸染湿透，围睁着一双黑得发亮的眼珠子，手里拧着血淋淋的蛇头，格外兴奋。双头蛇陨落，雷声阵阵，隐隐有向下的趋势。我以为我将自此飞升，结果还是失败了。师尊痛心疾首：“你说你……唉。”他担心我的安危，总是告诉我徐徐图之。我冷笑：“徐徐图之？这老匹夫图了1000年，愣是没飞上去。我再不为自己打算，难不成也要熬到白头？”修真史上记载的各路老祖飞升的法子，我都一一试遍，全部无事发生。我面无表情捏了个诀，一把火给史册子烧了。正史果然是正史，能为大众所知的东西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这些飞升老祖的子子孙孙尚且还未悟透祖宗的托梦，何况我？于是我开始寻找偏方。我的师尊是个乐天派，人长得俊，还有一手烧饭的好本事。为了安抚历年失败的我，他大言不惭。想当初瑶神仙子来下界找我，我那是10000个不愿意跟他走，因为我知道我在人间还有未完成的事。我嗤之以鼻，也许是我脸上的你继续吹4个字太显眼了。师尊急了，跳脚了，捶胸顿足了。你个兔崽子，成天打打杀杀，要不是你，我怎么可能还要留在这破地方等1000年？杀心重啊，杀心太重。看着师尊上蹿下跳的模样，我眯了眯眼，想起了在西周游历听说过的事。西周有个天才，靠世亲政到断尘缘，一举突破。因为是小道消息，内情不愿透露的更多，彼时我只是笑笑，并没有接受这样不可思议的偏方。而现在，看着持续上蹿下跳的师尊，我的剑控制不住的嗡嗡鸣叫。我没下手，毕竟1000年师徒情，师尊对此毫无察觉，张罗着非要给我找个道侣。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：“若雪，这身煞气再不磨就来不及了，你等着，师尊这就给你找个好道侣。有了道侣，就是有了牵挂，你2人相互扶持，定能成为修真界的一桩美谈。”不知道他想到了什么，美滋滋的通知完我就隐匿了。我不语，也没拒绝，心里盘算着更大的计划。没想到师尊的动作比我更快。彼时我还在擦着我的剑，剑芒的寒光映照着我的半张脸。从剑里随意一瞥，瞥见由远及近的兴奋师尊，他的身边还跟着个人。这么快？想了想，我收起剑，起身抱臂而立。师尊带回来的男子同样一身白长，孤高冷傲，面若寒霜。有意思。我的脖骨开始活动，手腕咔咔作响。师尊的笑容还挂在脸上，下一秒，我的人已经冲了出去。赐教！师尊吓得花容失色，慌忙阻拦：“逆徒，住手！”一番鸡飞狗跳，我总算接受了这是我未来道侣的事实。我皱着眉吐出几个字：包办婚姻。那男子倒是没了先前的高岭之花模样，牙齿伶俐。你以为我想啊？我不气反笑，还是个花架子，连我一招都接不下的蠢货。师尊唉声叹气，非得勾拉着我的肩膀带我到一边说：“若雪，这是为师为你寻得的缘，你2人多接触接触，把日子过好了，比什么都好啊。我已经算过了，有他在，你一定会寻得飞升的方向。这是机缘啊，是机缘。切莫冲动，飞升。”我不动声色，将剑翻手压了下去。再看看，
我就这样不明不白得了个道侣。带回来的男子是万剑宗的少宗主，自小娇惯。我不知道师尊是怎么说服万剑宗宗主的，至少我每天看见他，都想将人丢出108000里。不置可否，也许万剑宗的宗主想丢很久了。你觉得我是穿白的好看，还是金的好看？少宗主抱着2件衣服，拖着下巴，愁眉苦脸，却坚持不懈地追着我问。我随意一瞥，隐隐的流光拂过，像是南海的石星料子，有万剑宗那俗不可耐的气质，发光的蝉。我淡淡评价。少宗主气急，指着我，无知无脑。我佯装拔剑，他立即吓跑了。我盯着他的背影，若有所思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除了修炼打坐，便是3日一问师尊。还需要等多久？师尊神情一凛，天机不可泄露。手里的剑又开始嗡鸣。我淡淡垂眼，天机不可泄露。我千年修仙，打的就是天机不可泄露。修真界最近有点动荡，我尚在闭关，等我闭关出来，看到的却是师尊蹲在我的门口，满目愁容。合欢门和清霄宗打起来了。师尊叹了口气，继续娓娓道来。清霄宗的天之骄子和合欢门宗主的妹妹私定终身，恩爱非常。结果在一次下山，天之骄子不慎被偷袭，杳无音信。合欢门和清霄宗共同寻找无果，只有那妹妹还在坚持。而在某个平淡的日子，天之骄子却突然回归，不仅功力大涨，一举突破，还带回了个柔弱少女，说此生非她不娶。你是不知道啊，那个合欢门宗主的妹妹心都要碎喽，那是一病不起哇。停！我打断师尊，我还是没找到机缘。闭关这么久，每次总觉得自己能抓住的时候，那一丝契机却如流沙般划走了。我皱眉，你找谁算的机缘？是不是碰到骗子了？一阵诡异的沉默后，师尊发出尖锐的报名声。我说了这么久，你一句没听。我抬眼。什么？师尊眼里含着些我看不懂的情绪，他颤抖着手指着我，逆徒。他缓了缓，像是一口气提不上来，许久才道：我要同你说的不止这些，而是那合欢门宗主的妹妹呕血过后走火入魔，现在却奇迹般的好了。师尊看我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一顿。天之骄子死了，被合欢功法拧掉了脑袋。师尊再度深深地看了我一眼。那女子不仅好了，而且要飞升了。我猛地抬头。情节？你……师尊回过神，却早已看不见我的身影。找到满山头乱跑的少宗主时，他很懵逼，还是那副人模狗样，手里却牵着个白白嫩嫩的姑娘。我眼睛一亮，姑娘也瞧见了我，顿时含羞地瞪了少宗主一眼，娇滴滴朝我开口：姐姐，我和少天时地利人和，天助我也。我二话不说，拎着剑给少宗主捅了个对穿。扑通！少宗主捂着肚子跪下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我居高临下的回望，一番搜肠刮肚，想出了台词：背叛我，你该死。姑娘娇滴滴的声音卡在嗓子里，要上不上，要下不下，最后化为尖利的叫声：啊！杀人了！闭嘴！我不耐烦打断她。姑娘眼泪包了又一包，死死捂住嘴巴，小声呜咽抽泣。我素手执剑，剑尖燃泄，白衣翩飞，颇有一番无情道冷心无情的风采。虽然修的不是无情道。少宗主吐血，崩溃大喊：沈若雪，你干嘛？我不动声色地退了半步，避免血溅在我身上。闻讯赶来的师尊傻眼了，他呆呆地看着我、少宗主和哭得不上不下的姑娘。啊！师尊张大嘴巴。我等了会儿，疑惑地抬头，雷劫呢？师尊这下全悟了。逆徒？谁说情节就是要砍人的？你真逆徒！地上的少宗主也悟了，更加崩溃大喊：你有病啊，沈若雪！人家捅正缘，你捅我干嘛？我也不是你正缘啊，你捅你正缘去啊！那姑娘小声啜泣，又偷偷抬头看我们，满脸是泪，呜呜呜呜！一时间，3重奏响彻天际。
我的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，心如坠冰窖，更加冰冷。不是正缘，砍了没用。好得很。我不甘心，反过身，仔细想了想，突然想到还有一法，是亲，可以再捅捅看。我又一剑给师尊捅了个对穿，师尊来不及反应，仰天喷出一口血，当即昏死过去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雷劫还是没来。真不行，也没人能捅了。我环顾四周，只剩下彻底吓住的姑娘。她也许是没想到我连师尊都二话不说直接捅，她怯怯地看我，勉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。捅了他们，就不能捅我了哦。我想破头也没想到，师尊飞升了，他的劫破了，我便是师尊的劫。临走前，师尊唉一声，牵住那浑身发光的瑶神仙子，娇羞道：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未完成的任务就是你啊，我在上面等你哦。我一剑给他捅上了天，物理意义上的。在师尊的得意目光里，我冷冷对着瑶神仙子的方向喊，他给好多女修做过饭。师尊。至于另一位也被对穿的少宗主，我一剑给他身上的封印捅破了。他美滋滋的洗金法髓，抱着天赋灵根回宗门了。机关算尽，到头来为他人做嫁衣的滋味并不好受。留下的姑娘殷勤地跑前跑后，姐姐今天想吃什么？她甚至又甚地离我3步之遥，眼神左右摇摆，看上去像是要随时跑路。我淡淡回：辟谷，你无需多事。姑娘咽了咽口水，小心翼翼地去我的神色，开口试探。其实我知道还有个方法可以找到正缘。我眯起眼看她，她紧张得快要哭出来。你别这么看着我。我和你说，她告诉我，有一物名为缘镜，藏于南海鲛人族。顾名思义，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的正缘。我有点印象，曾在鲛人古史上看过一眼，不过没仔细看，因为彼时一个真正的大道至上之人是不会被正缘所束缚的。姑娘缩着脑袋站在一边，声音细如蚊呐：姐姐可以一试。我饶有兴致，既然有一丝可能，那便无需犹豫，即刻启程。这次我要把捅错的都捅回来。千百年来，我从不隶属任何宗门，和师尊、华调、前师尊相依为命，一心向道，大道之行也。而今天，我沈若雪的大名传遍了修真界，拜少宗主所赐，途经每一处，我总能听到一些奇怪的发言。那女人据说一剑干翻了他师尊。是啊，听说少宗主和他打了个平手，才堪堪救下那可怜的真人。听说还是个歪眼斜嘴，魁梧如牛，可怕的很呐。恐怖如斯。姑娘小脸煞白，她被我一起拎过来，听到此话，腿肚子都在抖。我低头看了眼自己的剑，而后又看向某个方向。万剑宗，大门派好啊，大门派有钱又怕事。半个时辰后，我提溜着绣金边的储物袋走出万剑宗大门，身后少宗主被他爹抽得鬼哭狼嚎。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自打出了万剑宗，那姑娘似乎对我更加忠心耿耿。南海多鲛人，盛产鲛珠、流沙，相当富庶和平又包罗万象的地域，不过不大包容得下我。面对7、8条面色不善的鲛人，我提出要借缘镜一用。为首的黑尾鲛人手持3叉戟，怪叫一声：缘镜是你说就借的？我疑惑，那便拿来用。手上的剑已出鞘，剑身狰明，熟悉我的人都知道，这是出招的前兆。半炷香后，黑尾鲛人匆匆逃跑，转头大声嚷嚷：丑女人，你等着，我们这就去禀报鲛皇。躲在石头后面的姑娘见鲛人离开，远远地探出个脑袋，冲我招手：姐姐，缘镜在这里。对了，它叫蓝贝，是一株仙草修炼成精。鲛人族的缘镜原来不是一面镜，而是一座极庞大的闭塞宫殿。常人道，情丝千缕万缕，分布在不同的轮回，和同一个人纠纠缠缠，人入其中，便可坠千世万世。蓝贝修难解释，我是仙草，修炼成人形前的这么多年，都是听四海八荒的八卦长大的。我身处这一方闭塞宫宇，走马观花，看着眼前眼花缭乱的景象，心中热切。
飞升就在眼前，且待我看清剑下亡魂是谁。第一是，我是一个亡国公主，逃亡路上一把长剑刺进马车时，被我反手抢过杀了回去，就这么一路杀出去了。记忆被抹除，可遵循身体本能，我近乎一人完成了国家重建、复仇、人民安居乐业，直到最后登基。我坐拥后宫，美人环绕。郑源呢？醒来后，我复盘了好久，将后宫复盘了个遍，也没发现疑似郑源。我不信邪。第二是，我是侯府不受宠的庶女，我跳过后院宅斗，直奔皇宫，一纸军书和无人能挡的武艺，成功将我送上边疆，成了沙川边疆安邦定国的女将，戎马一生。这次依旧毫无郑源的痕迹。第三是，我成了个乡野村姑，这一世我致力于发家致富，带领村民走上人生巅峰，还是毫无郑源的踪迹。醒来后，我沉默了许久，复盘几十把，还是没有。蓝贝见我出来，热情地迎上去，姐姐可是瞧见了自己的。没有，我怀疑道，缘尽没用。蓝贝大呼不可能，非要领着我再进去，他要用自身的特定能力帮我复盘。看完以后，蓝贝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我瞧着他，他的表情很是迷幻，欲言又止，止言又欲。姐姐。蓝贝长吸一口气。第一是，你的郑源是一个刺客。哦，刺客。蓝贝闭了闭眼，没错，被你反手刺回去的那个。哦，当场死亡。第二是，蓝贝猛地瞪大眼睛，说话不利索，你把你郑源的首级献给皇帝了。我回忆了一下，首级，也就是说，我戎马边关打的第一场胜仗，被我当场斩下脑袋的敌国首领，其实是郑源。第三是，我原本该捡个男人回去甜甜蜜蜜，可惜我一看见不明身份外乡人奄奄一息趴在地上，立刻呼喊村民扛着家伙是几铲子给他活埋了。他倒吸一口凉气，浅浅总结，歹毒心肠，蛇蝎美人。没有，我只是觉得外乡人身上不应该有莫名其妙的暗器，当场给他处决了。蓝贝想了很久，犹豫地同我说，咱们这个飞升非非不可吗？于是飞升大业就这样陷入了僵局。郑源在原境内显然不是好人，我抱着剑分析了很久，得出了最终方案。广撒网的桶，宁可错杀，也绝不可放过一个。蓝贝瞪大了眼睛，言简意赅，啊，我想他是被这方案的可行性惊呆了。可行性极高，动手性极强。我惜字如金，走，先去南海禁地。早听闻南海禁地多妖邪，今日就是我的折血剑见血之日。禁地被闯的消息不胫而走，那一日腥风血雨，许多人和蛟都看见了。一个高挑瘦弱的女修，白衣素手，剑光森寒，穿梭在无数血妖中。南海禁地的血水翻滚，声声怒吼，极为骇人。旁人不敢随意踏入禁地，原先是因为血妖，如今是因为这不知名的煞神。他们口中的不知名煞神，大约是我沈若雪。我血洗禁地3天3夜，雷劫也劈了足足3天3夜。你以为杀穿后，天道终于忍心劈我助我飞升？错了，那雷恨不能逼着我跑。我面无表情地抱着剑坐在雷阵旁，看着阵眼处被劈得看不清身形的人。不是，我杀穿，他劈别人。3番5次，我暗骂一声，这不神经病吗？最后一道闪光落下，雷劫终于过去，雾霭即将消散。这一刻，阵眼中心的人身上猛地迸发一道强光，我压住剑柄，抵挡着突如其来的变故。蓝贝蹲在禁地门口打瞌睡，也被这强光炸得猛然惊醒，咋呼呼跑进来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淡定地用脚踹了踹地上不明生死的人，回头吩咐，去看看死了没。蓝贝已经习惯我的为人，立即勤勤恳恳照办。地上的人却忽然闷哼一声，蓝贝吓得跳起来，缩在我的身后。如何？蓝贝斟酌用词，胆战心惊，命大，福大。命大，我理解了一番，也就是说，原本是该死的。在我还在杀与不杀间考虑时，地上的人撑着身子坐了起来，洗干净脸，瞧上去还像个正道上清风朗月的小公子，
睁着双明亮眼睛同我抱拳：“我叫燕玉，多谢道友相助。”我喟叹，真是太纯粹太清澈了，一看就是那刚下山历练的大宗内门弟子，一颗热络的心脏还是年轻鲜活的，比我的储物袋还要干净。我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他的感谢。蓝贝悄悄问我怎么处理他，我没说话，用眼神告诉他等着即可。2个时辰后，蓝贝有气无力地打断燕玉：“得，你别说了，再不停，这人连宗门老祖的情史都要抖出来给人看。”话罢，他看向一旁打坐的我，肃然起敬，当真是有先见之明。燕玉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，耳郭染上一抹薄红：“抱歉，我是话多了些。”我在这堆破烂话里挑了个重点，挑眉道：“南海禁地，你是怎么进去的？寻常人是破不了封印的。”燕玉的神色陡然暗淡。据他说，他跟着同门师兄来南海幻境历练，没想到却被领着去了南海禁地。哦，同门相残，我来了兴致。蓝贝也凑过来，神经兮兮的惊叹：“那你运气可真好，被雷追着劈都没变成灰。”燕玉闻言，眼里多了几分感激。我以为自己要死了，没想到碰见这位道友血，除尽妖邪，恰巧我机缘在此，若不是道友，我恐怕已经被血妖吞噬了。他大约是想说血洗，不过斟酌后委婉了些。知晓我此行目的后，燕玉仔细地想了许久。他说他有办法，我不知他和焦皇达成了什么共识，连带着焦皇看我都很是恭敬客气。蓝贝说我的通缉令遍布南海，焦皇对我的实力应该会忌惮，但忌惮和恭敬是不一样的，也算是我感谢道友的唯一法子了。燕玉弯弯眼睛，笑得很腼腆。不仅是焦皇，蓝贝也觉得他是个至真至善的修仙之人。他睁着眼睛叹：“我是仙草，他身上的气味很招灵类喜欢的，是有些气运在身上的。”是吗？我淡淡的瞥了眼不远处和一行修士们有说有笑的燕玉。那既然你这样觉得，我渐渐指地，那便跟着他吧。路上，燕玉似乎很好奇我的来历。我其实从未听说过道友的名字，可道友的实力如此之强，道友可是隐士修行。我如今20岁，他不好意思的挠挠头：“道友芳龄几何？”我瞧你也很年轻，想必是天赋至高了。我……蓝贝猛地咳嗽一声，打断他的话：“要你多嘴，修仙之人是没有年龄之分，只有资历之分。同样，天赋和天赋也是有差距的，差之毫厘，便是天堑鸿沟。”听我提到他的灵根，燕玉啊了一声，很害羞似的。我师门大多这么说，他慢吞吞道：“也许我是有天赋的吧。”蓝贝凑过来哇了一声：“这么说，你是遭人嫉恨喽？”实际上，同门相残这些事极为常见，更有甚者，师徒相杀也属正常。蓝贝想得兴致勃勃，忽然一顿，缩着脑袋看了我一眼。我皮笑肉不笑，缓声说：“修仙之人，不拘小节。”燕玉好死不死在一旁惊叹：“道友可真是心性通透极了。”蓝贝的脑袋缩得更低了。我没想到燕玉口中的大宗门正是万剑宗。你是剑修？燕玉眨眨眼：“不像吗？”蓝贝跟着补充：“沈姐姐的意思是，你的剑呢？”燕玉叹气，许是落在了禁地。恰巧万剑宗的人听到结界动静赶来，我一眼在人群中看到了少宗主，倒是奇妙，兜兜转转，身边都是熟人。他也看见了我，当即跳起来破口大骂：“沈若雪你个！”猛然，他瞪大眼睛，声音卡住了。不知是不是想起来一些什么不好的回忆，斯文地说：“你与我也有些渊源，本少今天心情好，就不追究你的问题了。来人，放行，迎客入宗。”我没有动作，少宗主立刻破防：“沈若雪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？”山巅上阴风四起，无声无息地掠过树梢，令人战战栗栗。嘘，我轻声道：“别动。”哲雪剑横在那条脆弱的脖颈上时，所有人屏住了呼吸。少宗主慌乱地说：“你又要干嘛？”我无奈地摇了摇头：“你慌什么呢？剑可不在你的脖子上。”而此刻被我架在剑上的燕玉毫无畏惧，他舔了舔唇角，苍白的脸上升起一团不正常的红晕。
蓝贝被吓出原形，躲在一旁。艳玉眼里兴奋的光芒令那张清秀小脸都格外扭曲，让人看着极为不适。你怎么发现的？他一眼不眨地看我。我毫不客气，负责任地说，你的演技很一般。是吗？他喃喃自语。你果然同我预想里的一样。艳玉脸上的人皮壳逐渐脱落，最后一张过分漂亮浓丽的脸出现在我眼前。有点本事。我微微一笑，我不大喜欢别人评价我。艳玉冷笑。是吗？我将剑刃深入他的脖颈，粘稠的血腥味四散，地上逐渐嫣红。而后我回头看向心虚的少宗主，想白我一道。回去好好想想怎么跟你爹交代吧。对了，我笑了一下，看着几乎要缩成鹌鹑蛋的少宗主，还得感谢你。如若不是少宗主这么配合艳玉，我还不能就这么让他毫无防备地栽在我手上。毕竟谁能想到我找了这么久的正缘会主动送上门来呢？要杀要剐悉听尊便。艳玉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表情，脖子上的伤口已经结痂，愈合的倒是快。蓝贝躲在我身后探头出来，嘶了一声，被艳玉那双漆黑眸子一盯，又吓得缩了回去。他真的是魔尊啊！蓝贝哆哆嗦嗦，又逐渐了然，看着艳玉的眼神带上2分敬意，难怪被雷劈成那样都活蹦乱跳的。我用剑拍了拍他的脸。你倒是有耐心，蹲守我这么久。艳玉垂着眸，额间的纹路隐约浮现。蓝贝鼓起勇气看看他，又看看我，忽然跑到我身边悄悄耳语，不是捅了正缘就可以。我嗤了一声，他死不了，还搁那儿装呢。啊！蓝贝睁大眼睛。对，艳玉抬起头，眯眯眼笑，乖张顽劣的本性终于一览无余。不死之身，你能拿我如何？我淡然，那你又能拿我如何？艳玉陡然泄了气，闷着声不肯说话，用掉半个脑子才摸清正缘的方向，好不容易找到人，过家家似的装了半月傻子，结果却被人反手给羁押了。我理解他，换我也郁闷。我干脆搬了个凳子审他，问他怎么想起来要找我的。只要他不说，我就吊着他。物理意义上的。熬了这么多天后，艳玉终于绷不住了，小变态深吸一口气，委屈大喊：谁家好正缘杀了我10万俗士啊！修真界现在谁不知道你沈若雪捅完师尊捅道侣，捅完道侣还得捅正缘？沈若雪你他妈就是神经病！那我不得在你杀了我之前把你解决了。原来如此。其实找到少宗主这样的蠢货与他配合，艳玉的智商就已经存疑了。哪怕我踏入万剑宗被埋伏，我不开玩笑，他们也是拦不住我的。你是不死之身。针对这一点，我难得的疑惑了。按理说他不该如此大费周章，我特意多留了个心眼。结果艳玉立刻嘀嘀咕咕逆着我，谁知道你这种变态怎么折磨人，万一就被你弄死了呢？我气笑了，反手又给他吊了起来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这所谓正缘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，为民除害也是应当。艳玉晕过去之前大声反驳，你更不是好东西。蓝贝悄悄冒出来，一个两个都死不掉，恰好还都不是好东西，你俩还挺般配。其实魔尊艳玉也曾有颗少男心，他很厌恶正道，却羡慕他们的情谊。人人都有道侣，为何本尊没有？他的手下给他出主意。艳玉感兴趣起来，既如此，那便去瞧瞧圆镜，本尊的正缘是何模样。然而圆镜里，艳玉身穿俗世，不到片刻就被弹了出去。艳玉，他在穿，睁眼是个黑衣人，手里一把长剑。哦，本尊竟是什么剑客？马字还未出声，他胸口一痛，发现自己已经被捅了个对穿。艳玉震惊抬眼，和一双清丽的眸子对视，下一秒，那眸子的主人一脚给他蹬出3里地。出了圆镜的艳玉大怒，他在俗世里从来没有活过半刻钟，手下战战兢兢，尊上的正缘许是极有个性的。艳玉一脚踹开他，有个性就要对着我砍，没用的东西，滚开！怨气越积越深，他曾私下寻找，却无所收获。直至听闻修真界出了个怪胎，此人同起至亲来一眼不眨，不被寻常道义所缚。
据说还在满世界找正源筒，修真界人人自危。燕玉格外兴奋，想不到这天杀的修真界竟有如此对他口味的人，正道虚伪的面皮他早就看不惯了。直到手下带来那人的投影石画像，少女身姿翩然，执剑而立，一双清冷的眼明明跟看狗似的，却看见了燕玉陡然跳动的心。他呆愣愣的瞧，脸不自然的红了。恰巧影像中起了一阵风，揭开了那女子的面纱，油然而生的熟悉感，连带着那双眼睛，一切都解释得通了。好消息，心动了，是正缘。坏消息，杀他来的。老实说，你的妙计应当建立在可行性的基础上。我认真评价。燕玉翻了个白眼，凄了一声。你的飞升计划可行性也不怎么样。那我想想怎么弄死你。我平静开口。燕玉脸一僵，别过头，又偷偷觑我一眼。我狐疑，你又脸红什么？我往后退2步，皱眉看他。这人怎么老是怪怪的？想捅。蓝贝刚做完饭，进来被这氛围吓了一跳，又很快镇定。他小声说了句什么，我听到了。他说这魔尊好像是个爱慕，那沈若雪就是爱丝了。我微皱眉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最近也很怪，总是将眼神在我和燕玉之间游移，然后露出一种极为微妙的表情。我还没将那表情参透，屋外就来了不速之客。放开我们尊上。魔尊的手下以血魔玄通为首，一齐包围了我的屋子，中气十足的吼声带着视死如归的神情，相当感人。自魔尊高呼要生擒他的正缘，他的手下们日也盼夜也盼，盼着魔尊早日归来。玄通信心十足，他认为一介小小散修，尊上抓起来定然不在话下。而后尊上许久未归，玄通想，小小散修竟还有几分本领，竟让尊上伤了脑筋。最后尊上失联，玄通终于慌张起来，他派人寻找，却无意间瞧见那女子的通缉令。沈若雪。他忽然惊觉，等等，沈若雪？死去的记忆猛然复活。他奶奶的！玄通的老祖跟随上任魔尊时，曾同一对师徒交过手。如果他没记错的话，那沈若雪的心狠手辣比其师尊更甚。玄通一阵头晕眼花，他们魔尊还只是个孩子啊！玄通当即决定壮士一去兮不复还，他死也要把他们尊上的尸首收回来。眼前的屋子矮小朴素，玄通却总觉得煞气十足，不知道尊上的骨头埋在哪个角落。他鼓足勇气，闭着眼闯进屋子。尊上，你……燕玉面无表情地啃着苞米。我在一旁磨剑，见到玄通，我不咸不淡地打了个招呼。玄通悲壮的表情挂在脸上，懵逼地看看我，又转头看看燕玉，生硬地憋了句：尊上还没死呢。燕玉暴怒，一个玉米棒扔过去。你咒谁呢？最终玄通喜极而泣，尊上真的没死，连带着看我的眼神都和善起来。他是释然，想必传闻都是假的，沈真人的师尊一定不是沈真人捅，是我捅的啊！我嗑了把瓜子。蓝贝伸手比划了2下，对啊，我在现场亲眼瞧见呢，那么长的剑，一下捅进去了。玄通石化了，他死命求燕玉跟他走。尊上，咱们回家吧，咱们不能不走啊！待在这里如同小白兔进了狼窝，迟早得玩。燕玉甩开他，蹙眉道：走什么走，本尊不走。神色坦然，理直气壮。玄通心道完了，他看他尊上的眼神，就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一切都完了，终是那看狗的眼神看进了尊上的心里，再次死灰复燃。不仅是玄通，我也偏头看了眼燕玉，挑了挑眉：你为何不走？我已经放你走了。经历了这些，我对飞升的执念逐渐淡化。我想正道飞升，然而天道已经在警示我了。正缘既是不死之身，便是天道对我的敲打。沈若雪，你的道心不对，正道这条路走得不对。燕玉轻咳一声，梗着脖子：你为何放我走？我没听懂他的逻辑，甚至停下了嗑瓜子，一度怀疑自己听错了。燕玉循循善诱：我要是走了，你这条道的飞升不就是走不通了？可我要是留下来，你不就能慢慢研究这条路了？
兴许哪天就悟到了呢。这次不只是我，蓝贝也听明白了，他直愣愣地噎了半晌，感叹：真变态，不愧是爱慕。我四处游历，艳遇跟狗皮膏药似的，怎么也甩不掉。不过大多时候我赶人，他断后，时间久了，竟也成了一种默契。修真界又开始传谣，听说那沈若雪身后跟了个男人，夫唱妇随，可怕得很。听说那男人还是他绑来的，真可怜。我看向跑前跑后乐在其中的艳遇，看不出可怜样子。察觉我看他，艳遇身后像是甩着条有实质的狗尾巴，弯弯眼对我得意道：怎么样？这次处理的也很干净。我失笑，一个魔尊，非跟着我这正道真人，传出去也不怕沦为魔族之耻。艳遇知道我的想法后，淡淡瞅我一眼，正道真人，沈若雪，你要不要看看外边怎么评价你的？再然后，时间久了，我对艳遇的存在已经毫无芥蒂。师尊下凡来看我，我敲着腿躺在藤椅上，悠然自在。师尊左看右看，幸灾乐祸，我的好徒儿竟是还没飞升。我哦了一声，笑了笑，听说是瑶神仙子把你撵下凡来的。师尊眸光闪了闪，逆徒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山腰之下，翠意延绵不绝，云雾缭绕，花草的灵性和真情的脉动映入其间，让人心神宁静。半晌，师尊拍了拍我肩，意味不明。若雪，既然已经悟道，何不随我飞升？因为……我懒懒抬头看了眼不远处忙活的艳遇，他最近在准备随我一同开辟西周蛮荒路。我发现这里更有趣。悟道，何为悟道？世人所求不过二分闲散。我在修真界逍遥自在，飞升于我而言是证明自己的实力，我何苦向他人证明？我就是道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